把国际政治玩成精神分裂，印尼这次算是给全世界开了个大眼啊！前一天，印尼的财政部长还在大放厥词，我们要在马六甲海峡建收费站，我们要向全世界收过路费，我们要学伊朗当大爷。结果狠话放出去，还不到24小时，印尼的外交部长脸都绿了，跑出来对着全世界疯狂的鞠躬辟谣，误会误会，全是误会，我们绝对没有收费计划。哈哈，前一秒想当海盗收买路财，后一秒就被邻居和大国吓得疯狂扇自己大嘴巴子。印尼这出令人窒息的收费闹剧到底是怎么上演的？为什么他想收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却连夜划清界限？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唠唠。这个事呢，还得从4月22号说起。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那天呢，印尼国内正开了一个什么研讨会，底下一帮的官员学者搁那正襟危坐呢。那本来这种会嘛，大家都懂的就是走个过场，念个稿子，打个瞌睡就过去了。可是就在这本该昏昏欲睡的档口，突然印尼的财政部长普尔巴亚直眉瞪眼的来了一句：诸位，我们印尼政府现在已经在认真考虑了，准备对所有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他不仅敢想，他居然还给自己的流氓行径找了个榜样他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公开点赞了中东的伊朗说什么？哎呀，你们看人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干得多漂亮通过管控航道获取了多大的战略利益和红利咱们印尼也得学着点各位，听到这儿，我估计你们跟我一样，这脑袋里是一长串的问号这印尼到底抽什么风咱们先来说说他为什么眼红其实这普尔巴亚的心理活动极其好猜咱们闭上眼睛脑补一下他的日常。这位财长大人每天坐在雅加达的办公室里，翻着手里面比脸还干净的国家账本看着那天文数字的政府外债，还有国内一堆等着钱开工的烂尾基建项目那愁的是眉头直皱他就走到窗前，往马六甲海峡那个方向一看，哎呦喂，那可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全球大概40%的贸易量，成千上万吨的巨轮装满了金光闪闪的石油集装箱每天排着队从他们家门口呼啸而过。可是结果呢，这么大的金矿在眼前晃悠，印尼作为沿岸最大的国家每天除了能闻到轮船排出的几口黑烟，捞到半毛钱好处吗？没有。普尔巴亚心里那叫一个气凭什么呀？凭什么你们赚是盆满钵满，从我家门前过，我却连口汤都喝不上？不行，我得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邻居都拉上咱们3家合伙建个收费站，这买路钱一收，我印尼的国库瞬间不得肥得流油说白了这就是一个精明透顶的商人的算盘。可是他错就错在把这个国际政治当成了菜市场买菜，把地球上的公共马路当成他自家的自留地。那为啥印尼这个收费站根本建不起来为啥他这番话在国际上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盲笑话？有人可能要杠了人家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不就收费吗？巴拿马运河过一趟也得交个几百万过路费呢，凭啥印尼不能收？这能完全一样吗？这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是怎么来的那可是人家真金白银砸进去，几十万人没日没夜靠着一锹一高，硬是在沙漠和陆地上挖出来一条人工河人家可是投入了天大的成本收你点过路费回本，那叫天经地义可是你马六甲海峡呢，那是老天爷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劈出来了一条天然海沟那是地球留给全人类的公共财产。你印尼出过1分钱的开凿费吗？你搬过一块石头吗？老天爷赏饭吃的天然航道，你现在跑出来说你要收门票，你的脸怎么那么大呢？在国际法面前他这套流氓逻辑根本就站不住脚。咱们有一个全球通用的村规民约，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公约上白纸黑字是写的明明白白，像马六甲海峡这种连接2片公海的国际海峡，全球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商船还是军舰都享有过境通行权。大白话就是这是大家公用的大马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自在不受阻碍的开过去。那作为沿岸国家，印尼你只有在周边海域巡逻一下，打打海盗，保障下航行安全的权利你撑死了算是个治安队长，
谁借你的胆子，让你这个治安队长跑到马路中间设卡收费了？违宪违规，懂不懂啊？更尴尬，更让印尼下不来台的还在后面呢。大伙儿拿张地图看看就知道啊，马六甲海峡呢不是印尼一家开的，海峡的两边，一边是印尼，另外一边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且呢，海峡最窄，也就是主航道经过的地方，它并不是全在印尼那一侧的海域里啊。咱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啊，印尼财长大手一挥，派着几艘海关船啊，在印尼的那一侧的海域拉起一道横幅，上面就写着印尼收费站扫码付款。结果呢，那些满载货的万吨巨轮啊，人家这个船长拿望远镜一看，哟，印尼想抢钱啊，多少？方向盘打死，往左靠。那巨轮直接一个神龙摆尾啊，贴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那一侧的海域就大摇大摆的开过去了。印尼的海关小艇只能在旁边干瞪眼。你印尼想关门收钱，前提得是啥？前提得是你和马来西亚、新加坡这哥仨铁板一块儿，三家手拉手的把这个海峡彻底封死。但是你们觉得啊，新马两国会陪着印尼一起封吗？俗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普尔巴雅这话音刚落啊，这个火还没有烧到中美那儿呢，他自己家的两个邻居直接一人一个大嘴巴子就抽上来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听这话，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赶紧开启了疯狂灭火的模式。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维文反应那叫一个快啊，直接在国际社会上画下了红线。维文说，航行自由绝对不容侵犯，新加坡坚决不支持，也绝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航道收费计划。这个潜台词就是印尼你个大傻子你想自己作死，别拉上我。我新加坡能有今天靠的就是全球自由港的招牌，你让我去收费堵路，你这不是砸我的饭碗吗？马来西亚那边的表态也是斩钉截铁，核心观点就4个字儿：过境通行。意思就是大家都按国际规矩来，谁也别动歪心思。那为什么这两个邻居拒绝的这么干脆啊？因为他们比印尼这帮脑子发热的政客清醒的多他们太清楚马六甲海峡这条水道上牵扯了多少世界超级大国的核心利益了。你在这儿设卡收费，等于是在把老虎的胡须摸巨龙的逆鳞。你以为你是去收买路财的，其实你是把自己的脑袋往断头台上送。这种自寻死路的事儿，傻子才跟着你干。所以印尼这财长想拉着兄弟们一起当山大王的一厢情愿，在不到24小时内就变成一个四处漏风的国际笑话。那聊到这儿各位可能想问了，印尼的高层也不全是傻子吧？这么明显的法理不通，邻居不干，大国帮的蠢主意，为什么堂堂一个财政部长要在这种公开场合大张旗鼓的放炮呢？他图啥呀？在咱们国际政治的博弈圈子里有一种非常恶心但也非常常见的玩法，叫低成本试探，俗称碰瓷式敲诈。大家知道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半个月印尼背地里干过啥吗？我前几天其实做过一个视频聊过这个事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就是说这个印尼刚刚和美国军方偷偷摸摸的达成了一份规格极高的军事合作协议，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那是迅速落地，打得火热。这头呢刚跟美国大哥签完协议，转过头来这个财长就开始炒作马六甲收费的事了。大伙儿品出这其中的连环计了吗？这个吃相吧虽然难看，但是逻辑那可是相当的鸡贼印尼这在干嘛呀？他是在利用自己祖宗留下的这块地缘风水宝地在各大国之间玩走钢丝，企图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对于中国来说大伙都知道马六甲海峡是咱们国家的生命线咱们国家大概80%的进口石油都要从这儿过。印尼财长在这大放厥词，其实吧就是变相的敲打咱们，恶心咱们。他在暗示什么呀？你看我手里面可是捏着你们的命门呢。你们中国是不是该多给我点投资呀？是不是该帮我把那条高铁修完？是不是在贸易上给我点优惠？你要是不给，我可指不定哪天把这个海峡给你卡一下那对于美国来说呢，印尼呢这也是在邀功请赏。美国大哥你看看我是敢于挑战国际规则的呀，我是敢于给东方大国上眼药的。我在亚太地区可是个极其重要、极其有话语权的玩家，我可不是你们手里面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所以你们的先进武器是不是得多卖我一点你们的经济援助是不是得多拨点款
这叫什么？这就叫借伊朗的锅炒着自己的菜。他替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根本不是他真的有能力像伊朗那样封锁海峡，他只是在制造一种不确定性的恐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呀！印尼就是想通过这种流氓式的嘘声恫吓，引诱周边的大国们为了息事宁人，主动给他开出更高的价码。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向大国索要筹码的政治秀。不过这印尼的政客们演技呢实在不怎么过关。这出敲诈勒索的戏码刚演了一个开头，这篝火还没烧起来呢，就被他们自己人给掐灭了。就在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财长普尔巴亚语惊四座第二天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印尼的外交部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火急火燎出来开新闻发布会了。印尼外交部长苏吉约诺那脸都憋绿了，面对全世界的记者赶紧擦屁股辟谣他明确表态，误会都是误会，我们印尼政府绝对没有任何征收海峡通行费的计划，我们印尼是讲礼貌懂礼貌的，一切行为都是绝对符合国际法的。各位你们看看这叫啥事儿前一天财长刚气势汹汹的说要抢劫，后一天外长就跑出来按着财长的头给全世界鞠躬道歉，说他喝多了神经病犯了。这种精神分裂的操作真让人看了连隔夜饭都要吐出来。印尼这次虽然不点名的搞这种收费预告，在法理和现实面前碰了一鼻子灰，闹了个灰头土脸，但是这个事也确实给咱们提了个醒，全球的战略通道从来就不是一劳永逸永远太平的。那随着周边的资源越来越紧张，地缘矛盾越来越尖锐，总会有那么一些鼠目寸光自私自利的小国试图借着自己那点可怜的地理优势出来碰瓷儿，出来捣乱，试图挑战现状。但是这个世界想站在路中间收买路费的小人有很多，可是真正有那个胆子有那个实力把大门彻底关上的人屈指可数他印尼绝对排不上号。所以印尼此番放出来这些试探性言论大伙儿呢就当听个猴戏，听个响就行了。想把这种白日梦付诸实施，借他10个胆子他也做不到。